女明星福宝究竟有多会整活？一天一个小节目，2天一个小热搜，就连吃个竹子都能搞出百般花样。只见福宝举着竹子尝试给他咬断，没曾想因用力过猛，差点把自己掀翻，吓得他赶紧吃一口竹子压压惊。而先前福宝刚尝试加香肠竹竿时，从头捋了一遍都没找到下嘴的地方，只能无奈的举起竹子尝试民间科学。天灵灵地灵灵，竹子自己断行不行，最后拜神无果的福猪猪原地摆烂。众目睽睽下上演吞剑式吃竹大法，甚至因为竹竿太长不停鞭打树叶。对此网友辣评迷路了不要紧，远远看到有竹竿在晃来晃去，就能找到福猪猪的院子了。而继钓鱼、吞剑、打枣、吃竹3件套后，福宝又研究出了吃竹子的新姿势，甚至因为左手没东西握就高高举着，感觉和蒙尔古兹牙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或许是想起老江教的吃一根拿一根，福宝不钓鱼不打枣了，改耍杂技了。看似乱七八糟，但好在都能吃到嘴里。而看到福宝不会掰竹子后，不光徐奶爸汗流浃背，老宋也慌了，连夜把这门功课加入人教版教材，开始手把手教瑞宝、辉宝掰竹子。远在韩国的老宋都压力山大，更别提社恐的徐奶爸。毕竟福宝天天琢磨着把他挂网上，甚至还学舅老爷蒙兰越狱玩。只见小福来到围墙边尝试攀爬，一只脚蹬在墙上，手抠住小窗借力，要不是铁门太滑，估计真就越狱成功了。对此徐奶爸表示真的会写，我把你放心上，你却把我挂网上。当粉丝呼吁奶爸给福宝安排玩具后，徐奶爸当即给闺女送了个玩具球。小福每玩一下就会歪头看看你一门，仿佛在等对方吹自己的彩虹屁，并且当福宝玩攀爬架摔下来时，奶爸立即把木架和树桩紧紧捆在一起。看到福宝屁屁上不小心中了一击竹箭，徐奶爸也是连忙把他喊回去帮忙拔剑。可以说徐奶爸是真把福宝当闺女疼，但奈何被偏爱的熊熊都有恃无恐，徐奶爸也只能哭唧唧的任熊拿捏了。都知道爱宝院子里种了许多郁金香，爱女士爱护的紧，走路都会绕着走，结果直接被福宝给干成了黄土高坡。而小福回国拥有自己的大院子后，他却格外爱惜，还小心翼翼地趴下闻花香，撅起屁屁的模样简直可爱数了。或许这就是别人的和自己的区别吧。如此古灵精怪、可可爱爱的福宝，真的值得所有猫粉的喜爱。原来早在花花来幼年园之前，谭爷爷就已经惦记上他了。花花继承了爸爸美兰的盛世美颜，从小就在一群熊猫宝宝中特别显眼，不仅轻而易举地成为整个基地的团宠，呆萌可爱的模样更是吸引无数猫粉。谭爷爷也对名声在外的花花有所耳闻，忍不住跑去看他，结果一见花花误终身，从此变成了花宝鸡的铁杆粉丝。后来得知花叶姐妹要搬到幼年园后，蓄谋已久的谭爷爷高兴地亲自去迎接，嘴角的笑容简直比 AK 还难压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谭爷爷就早早起床准备食物，之后喊花花叶子到外场营业。可由于姐妹俩还没适应新环境，社恐的躲在房间内不肯出来，谭爷爷只好耐心温柔的一遍遍呼唤，感受到对方善意，花花才终于现身。到了下班时间，谭爷爷亲自来接她回家，看到对方靠近，花花害羞的躲到一旁，谭爷爷则转身再次温柔呼唤花宝鸡，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自此谭爷爷和花宝鸡的缘分正式开始。虽然他饲养过的小熊数不胜数，但对花花的爱却是独一无二，温柔细腻。谭爷爷掉猫，别的小熊都是个凭本事，但由于花花吃饭慢，还容易被抢食，谭爷爷就把果果切成小块，一口口喂给他，还细心的帮宝贝孙女清理掉脸上的灰尘。而花花则是满眼依赖的望向谭爷爷，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开口喊爷爷了。虽然谭爷爷经常告诉发姑奶爸，1岁以上的小熊不能抱，以免过于依赖人类，可发姑奶爸记住了，谭爷爷却没记住。当花花使小性子不肯回家的时候，谭爷爷愣是紧咬后槽牙，不顾老幺，一口气把200斤的胖孙女抱回了家。花花天生后脚长，外翻后肢力量不足，谭爷爷就耐心的给他上体育课，而花宝鸡站好后则会点头示意爷爷可以喂给花花小苹果了。有时花花一个没站稳，不小心摔了，他也不会生气，而是爬起来重新尝试，乖巧懂事的模样怎能不让人喜爱。而在谭爷爷日复一日的训练下，从前爬木架都会栽跟头的花宝鸡，如今也能爬到很高的树上欣赏风景。谭爷爷本以为花花只能在幼年园待1年，可没曾想花宝鸡为了和爷爷相处更久一点，直接把对方经营多年的幼儿园给干没了，连带着谭爷爷也从园长变成别墅大管家。想必这就是谭棉花最好的结局吧。看到杨奶爸和冰冰亲如父女的相处，才明白熊猫和饲养员的感情有多感人。这天心情有些糟糕的冰冰不肯回家，杨奶爸见状立马来到闺女身边安慰她，并疼爱地抚摸冰冰的脑门和鼻子，紧接着牵起闺女的手想要牵着她回家，但冰冰显然有些不乐意，一动都不肯动，还扭头用可怜巴巴的小眼神看着奶爸，似乎是想让杨奶爸把自己抱回去。随后更是直接倒在地上碰瓷。杨奶爸无奈地帮冰冰清理脸蛋和肚皮，摇了摇闺女的手，示意她赶紧跟上来。而冰冰发现奶爸真的要走，赶紧爬起身来，屁颠屁颠地追随对方的脚步而去。不得不说，奶爸和冰冰之间的相处像极了老父亲牵着亲女儿回家的画面。小时候冰冰一直跟在干妈身边生活，
后来又在杨奶爸这里得到了更多的爱。当冰冰靠在石头宝座上吃笋笋的时候，杨奶爸会靠在她肚皮上听听声音，并把闺女的小脸蛋仔细抹干净，而冰冰则是满眼依赖的伸手摸摸奶爸。一人一熊相处的画面让人倍感温馨。别的小熊催饭会哐哐砸门或搓盆摇把，而冰冰只是轻轻抱住杨奶爸的小腿，奶爸就会宠溺的把窝头喂到她嘴边，并一把揽过闺女让她靠在自己身上吃。就是说，这简直和亲父女完全没有区别。其他奶爸看到熊孩子们打架就头疼，而杨奶爸会主动挑起儿女们的纷争。只见他趁轻轻扑过来，把冰冰掀翻在地，随后假装好人把闺女扶起来嘘寒问暖。紧接着杨奶爸又一把将轻轻掀翻在地，抱起冰冰就往她身上压，谁敢欺负我闺女？正当冰冰仗着奶爸撑腰喵喵拳出击时，玩够了的杨奶爸突然撒手跑开了。独留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冰冰愣在原地。果然儿女不和多半是老人无德。不过杨奶爸偶尔也会伸张正义，因为哥哥青青比妹妹更高大威猛，所以有时会抢冰冰的吃的。一次冰冰来告状，笋笋又被哥哥抢走。正在清洗玩具的杨奶爸当即怒了，不仅伸出正义之手夺回了妹妹的尊严，还拿了根冲天巨笋弥补她受伤的心灵。或许正是有杨奶爸的偏爱和撑腰，冰冰会故意在哥哥面前吃零食，香味把青青馋的哈喇子都快下来了，只能使劲伸出手讨好妹妹。可冰冰却无动于衷，甚至故意当面咀嚼。只能说这妮子是懂得杀熊诛心的。想必正是在杨奶爸的暖心呵护下，从小离开妈妈的兄妹俩才养成无忧无虑的性格，只希望所有小熊都能遇到自己的杨奶爸。盘点大熊猫的奇葩躲雨方式，原来顾头不固定式躲雨竟是组团技能。这天外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来不及进屋的滚滚们立马开启躲雨大法。只见熊孩子努力蜷缩起身子，撅起大腚，头扎进怀里，手和脚也都揣起来，圆滚滚的像极了3颗露馅的黑芝麻汤圆。心想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，能淋到算我输。而有800个心眼的七仔竟也自欺欺人是躲雨，死死埋头，手揣怀里，独留屁股遭受雨水的摧残。或许是衣服质量不咋地，皮大衣竟还有些褪色。看到这才明白，或许错怪陈圆润女士了。原来她教干闺女花花的方法是对的。当初小狗和花花还在菜花园时，有天外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其他小熊都慌慌张张跑回宿舍，生怕淋雨，唯有圆润和花花还傻乎乎的待在外面，看着干妈把头埋在木架下。花花小小的脑袋瓜里藏着大大的疑惑，心想干妈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吧。随后花花有模有样将头埋下去，坚信只要脸没被淋到就算是躲雨。而同样是熊猫妈妈带娃躲雨，大白兔果断上演了母爱如山体滑坡。只见大白兔缩在窗框上死死抓着栏杆，浑身湿透的脏兮兮小熊吉庆不停拉扯老妈，嘤嘤叫唤，试图唤回大白兔被雨水冲跑了的母爱。可无论好大儿吉庆如何苦苦哀求，大白兔都置之不理，甚至还背过身去，表示孩儿再坚持一会雨马上就停。而北洞的萌宝萌玉则充分利用了周遭事物。当大雨来临时，姐妹俩躲在竹伞下，非但没有到淋雨，还能边听雨声边干饭。不愧是蒙氏家族的熊个顶个的聪明。而同样机智的还有眼前这只滚滚。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而他躺在门口悠闲吃竹子，既不让自己被淋湿，还刚好能被游客看到。如此敬业的大熊猫，如今不多见了。此外，还有偶像剧男主华丽 emo 式躲雨，只见他独自坐在木架上，头趴在臂弯里，满脸心事重重，天天打卡上班，尽心尽力。可恶的元芳却不肯给本少爷分配个对象，摆烂吧，让这冷冷的冰雨在熊脸上胡乱拍吧。不得不说，熊孩子真是太可爱了。网友们还知道大熊猫哪些奇葩躲雨方式呢？你听说过9月奇迹组合吗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干饭王二狗和大姐大爱九，她们是一对异父异母的姐妹花。虽然2个都是女娃，但她们却皮得不行。尤其是狗姐却总想着和爱九调架，结果每次都被妹妹死死压制住，惨败而归。这天二狗以180迈的速度冲下山坡，晃动小树准备偷袭正在悠闲泡澡的爱九，但大姐大的战神血脉可不是吃素的，分分钟就转变局势，并把二狗推下了水池。气呼呼的润月只能疯狂破坏小树蟹粉，像极了又菜又爱玩的小屁孩。姐妹俩一起营业，爱九卖力跟游客们互动，干饭王二狗却在悠闲吃着竹子消极怠工，气得爱九不停咬他后脖梗，并送上一顿爱的教育。可皮实的二狗却认为天大地大不如干饭要紧，顶着一张脏兮兮的小脸继续酷啃竹子。或许是被揍习惯了，二狗每当感觉背后有杀气，都会在爱九赶到前自觉把头低下，动作娴熟的让人又心疼又好笑。以往这俩土匪头子还和花花同班时，总是你一个我一个抢女明星包好的损失。可如今花叶姐弟要留在幼年班攻读博士学位，二狗和爱九没了花花，便只能抢对方的吃。奶爸来送果果加餐，姐妹俩简直使出浑身解数，要么伸手挡住对方的窗口，要么快准狠抢走果果。奶爸彻底妈了，心想我这是养了俩小祖宗。随后果断转身离开，眼不见为净。或许姐妹俩都知道了对方是什么德行，之后再吃饭直接光明正大耍心眼。只见姐妹俩面对面而坐，嘴里吃着，手里拿着。爱九还时不时抢过二狗手里的吃，因为笋笋还有很多，他丝毫不慌，拿了一根攥手。
而仅剩几根时，艾九直接贵妃糖挡住笋笋，二狗起身就是一脚吃独食，臭不要脸。随后一头扎进艾九怀里搜刮剩余的笋笋。虽然姐妹俩平日热衷聊架，有使不完的牛劲，但在独木桥狭路相逢时，她们却能配合默契。只见二狗猛扑在艾九身上，死死抱住脖子，同时艾妹妹也用手托着润月保护她。随后二狗起跳转身缩腿，一气呵成。不得不说，润月是有点轻功天赋在身上的，偶尔姐妹俩也会出现和谐的一幕。只见艾九和二狗惬意地坐在小吊床上吃着竹子，不过看这架势，应该在讨论斧头山的大八卦，估计也就是花叶姐弟在幼儿园读完博士后要留校任教的爆炸新闻。果然，想要成为好姐妹，有八卦资源就够了。艾宝开始独自带俩娃了，全网期待的混合双打彻底拉开序幕。上星期江爷爷已经跟闺女提前打过招呼，深知好日子到头的艾宝像是受到了1万点暴击，无奈的趴在地上，眼里都没有光了。之后艾女士带娃就没了精神，娃也不行，就连空气都弥漫着淡淡的忧伤。果然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我从仙女变成张飞，又从张飞变成李逵，现在你把2个都推给我，你还想让我变成什么？你说啊，你说。其实也不怪艾宝会感觉熊生无望，毕竟带娃哪有不疯的，更何况是2个废头子。而瑞宝辉宝的相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友好。只见江爷爷刚把辉宝妹妹放在瑞宝身边，小家伙就被吓得一哆嗦，表情像极了他那见过鬼的舅舅。果然不是一家熊不进一家门。之后瑞宝耿耿于怀，嗷呜一口咬向妹妹嘴。辉宝灵巧避开，扭头啃起姐姐的脚丫子，姐妹俩就这样打得不可开交。一旁的江爷爷想让闺女赶紧来管管小家伙，可艾宝却装听不见，坐在另一边房间悠闲吃着东西，颇有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洒脱感。无奈江爷爷只好在一旁守着双胞胎姐妹，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帮谁都不合适。只见辉宝被姐姐按在地上疯狂摩擦，脑门都快被薅秃了。不过健身宝的名号也不是虚的。李于达挺起身后，一个小劈叉翻到瑞宝身上开始撕咬。照这个趋势，未来姐妹俩一个后背秃，一个脑门秃，屁颠颠跟在老妈身后的场景不知会有多搞笑。等到艾女士吃饱喝足，回屋准备抱抱香软闺女时，遍地青团渣渣和冷战 2.0 让她直接两眼一抹黑。或许是担心老妈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毛犬，心虚的瑞宝爬过来努力装出姐妹情深的模样，但辉宝压根不买账，委屈巴巴趴在角落，还扑腾着小短腿拒绝姐姐的靠近。艾宝见状低头沉思，最凶的那个给奶爸。或许是想到健身宝经常半夜不睡觉练拳击，还把他亲爱的老母亲当成沙包公公。艾女士果断叼起小女儿辉宝朝宋爷爷走去，老爸，熊家要退货，麻烦签收一下。而宋3岁怀里抱着仔仔，身边还趴着一只，想必他等这一刻已经等很久了。但不知小家伙们能灵活跑路的时候，被夹在中间的艾女士又该如何应对呢？